苹果今年的春季发表会端了许多好菜登场，大家期待的 iPad Pro、全新 iMac、Apple TV 4K 都迎来了新品。同时，苹果也端出了 AirTag 以及全新登场的紫色版本 iPhone 12跟 iPhone 12 mini。首先，我们来看大家最期待的 iPad Pro。这次苹果一样端出了11寸以及12.9寸两个版本，究竟有什么亮点呢？苹果在介绍影片一开始就直接告诉你，不要再拿 iPad Pro 来盖泡面或是当杯盖了。这次 iPad Pro 开场影片蛮有趣的，特务通过层层关卡潜入苹果总部，要干嘛嘞？从 MacBook 偷走一块 M1 晶片，偷的人是谁？居然是库克。为什么要偷？就是这次最大的惊喜啦！苹果在 iPad Pro 上采用了 M1 晶片，没错，就是前阵子讨论度最高的 M1。根据苹果公布的数据，有了 M1 的 iPad Pro， 相较起第一代 iPad，CPU 有75倍的性能提升。各位就知道初代 iPad 性能有多差了。不是，我是说，我们接着看 GPU， 相较起初代，则是有1500倍的提升。没错，1500倍，所以不是初代 iPad 性能太差，而是 M1 放在平板上真的太强。但就跟邦尼在上一代的 iPad Pro 评测所提到的一样， iPad Pro 现在的样子是不是未来？这时间点我们不知道，但苹果很积极且有条理的提供 iPad Pro 足够的性能，也才造就迈向未来的可能。而在 iPad Pro 上搭载 M1， 不只是苹果的探索，也提供了所有开发者足够的环境，可以探索更多可能。别忘了，现在搭载 M1 的 Mac 可是可以执行 iPadOS 的 App。就让我们继续看苹果的下一盏灯会点在哪里。此外，这代的 iPad Pro 除了换上 M1 之外，苹果也在12.9寸的 iPad Pro 中带来了 Liquid Retina XDR 显示器，采用大家期待的 Mini LED 技术。根据苹果公布的数据，12.9寸的 iPad Pro 采用超过1万个 Mini LED 组成 LED 阵列，并且提供了2500个局部调光分区，也就是4个一组的分区。除了带来更纯净的黑，也提供了1000尼特的一般亮度，以及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当然，也支援120Hz ProMotion 的萤幕更新率，可以说是目前平板中最好的萤幕之一。身为最爱看萤幕的邦尼，真的到时候推出时，很想看看这片萤幕啊。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Liquid Retina XDR 显示器是12.9寸 iPad 独占的硬体，而11寸的 iPad Pro 则是搭载600尼特峰值亮度、120Hz 萤幕更新率的显示器，升级相对有限。以目前规格来看，短期内最大有感提升的部分还是12.9寸 iPad Pro 的萤幕，所以如果想升级的朋友，可以考虑直上12.9寸。邦尼真的很期待，到时候看看这片大家买得起的 XDR 萤幕。11寸除了搭载了超乎期待的 M1， 在其他部分更像是常规升级。不过受益于 M1， 这次苹果在 iPad Pro 上也迎来了新的相机功能，在视讯时可以启用苹果命名叫人物居中 Center Stage 的功能。简单来说，这是苹果在正面采用了一颗超广角镜头，透过裁切的方式，让你更不容易跑出画面，达到居中运镜的效果。这功能稍早在 Android 上也有多家手机都出现过，不过更多的是用在录影的电影运镜、防手震等等。可以关注的是，未来苹果在 iPhone 上是否会有延伸功能。镜头同样采用广角主镜头、超广角镜头以及 LiDAR 的组合。受益于 M1 以及 ISP，iPad Pro 可以进一步针对光线及阴影进行追踪，并且及时进行 AR 合成。接孔上换装了 Thunderbolt， 可以驱动 Pro Display XDR 6K。最重要的是，巧控键盘也推出了白色版本，选色会有灰银两色，售价11寸24900起，12.9寸34900起，最高提供2TB 储存空间，并且根据苹果公布的规格，iPad Pro 最高将会有16GB RAM。随着 M1，iPad Pro 的最高版本将会是12.9寸2TB 5G 版，售价74000元。对了 ，iPad Pro 有随附充电器。接着是全新的 iMac。Apple 重新设计了 iMac 的新外观，在第一眼见到新 iMac 的时候，你会被这不到 1.2 公分的厚度惊艳。翻到正面后，你一定会想问：正面为什么会有这块下巴？别急，苹果接着说，自从我们摆脱了 Intel 后，我们不再需要这么大的基板跟散热风扇，搭载 M1。没错 ，iMac 一样搭载 M1， 我们缩小了需要的硬体空间，于是我们采用全新的长条设计。装上 M1 以及2个小风扇，放置在 iMac 的下巴中。不过这场机身厚度跟正面萤幕占比的拉扯，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同时，苹果在电源上采用磁吸设计，
不过作为供电类型的产品，搭配上磁吸的实际体验，就等后续实际体验了。到时候 Apple Store 应该会有不少体验磁吸电源的状况。此外，苹果也非常有巧思的在变压器中整合网络接孔，在美观性上加分不少。除此之外，苹果也升级了 iMac 的视讯镜头，采用6个扬声器组成的喇叭以及全新的麦克风，并且支援 Dolby Atmos。萤幕则是搭载24寸 4.5K 最大500尼特的 Retina 显示器。选购上，全新的 iMac 共有7种颜色，颜色太多不好选，根据小朋友才做选择定理，一定是7种颜色都买。不过首购只能买6台，所以你还是必须艰难的选出一个不要的颜色。同时，苹果也同步推出对应颜色的键盘、滑鼠以及触控板。这次在键盘上，苹果也加入了 Touch ID 指纹辨识功能。在 iMac 上，主要有2个版本，起始价格分别是便宜版39900，选色只有4种，完整版则是7种。主要差异一样是便宜版只有7个 GPU 核心，只有2个 Thunderbolt 接孔，没有网络接孔，小空键盘也没有指纹辨识。不过别担心，根据苹果网站，这些缺少的小地方可以采用定制的选项补齐，未来也可以看加价的状况，或许直接买完整版会更划算一些。而完整版最便宜45900，有完整的8个 GPU 核心，总共4个接孔，2个 Thunderbolt， 2个 USB 3，有网络接孔，键盘有 Touch ID， 最大提供16GB RAM 以及2TB 储存空间。苹果也同步推出了全新的 Apple TV 4K， 没错，一样还是 Apple TV 4K， 换装了 A12 Bionic， 支援 WiFi 6，采用全新设计的遥控器，滑动遥控器圆形区域，快速快转或倒转影片，并且在侧边采用了实体的 Siri 按钮。同样支援 Dolby Vision 以及 Dolby Atmos， 支援 4K 60fps 影片播放。比较特别的是，苹果推出了一个色彩白平衡校正的功能，只要搭配 iPhone 就可以校正 Apple TV 连接的显示器，帮你蛮期待实际的效果体验。售价 32GB 5590， 64GB 6190。最后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AirTag， 这个小东西可以挂在容易遗失的东西上面，接着你就可以透过苹果的寻找网路找回你遗失的物品。实际体验帮你后续有机会也会测给大家看。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AirTag 支援 IP67 防水。AirTag 单个售价是990， 4个组合装则是3390，平均一个大约850元左右。同时，苹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挂饰周边以及 AirTag 爱马仕版，价格是8990起。买来挂在帮你的背包好像有点贵，但想一想，如果是挂在爱马仕上，可就是朴实无华的周边了。目前苹果所有发表的新品，除了 iPhone 12、12 mini 紫色版会在4月23开始预定外，其他产品上市日期都需要等官方后续公布。也请大家记得订阅邦尼，后续邦尼会尽可能带来所有新品的完整实测。老实说，这次所有的新品真的都好想玩啊！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